在中国经济风雨飘摇之际，一场史无前例的国债抢购狂潮正在上演。与此同时， IPO 市场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萧条。这两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实则折射出中国经济的深层危机。让我们深入探讨这场经济风暴，揭示普通中国人在其中所面临的困境。想象一下，在一个满是积水的地下室里，人们争先恐后地抢夺着最后一块干面包。这就是当前中国国债市场的真实写照。过去几周，中国国债市场掀起了一场堪称史诗级的购买狂潮，将10年期国债收益率推至历史新低。这场疯狂的抢购背后，是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极度悲观。一位小型企业主王先生表示，我们已经看不到希望了，工厂订单越来越少，员工工资都发不出来，把钱投资到国债里，至少能保住本金。评论人士指出，就是对投资没信心，国债起码能保本。他进一步解释道，由于企业和地方政府负债累累，投资风险高企，国债成为了最后的避风港。国债的信用是最高的，因为它是中央政府的信用保障。然而，这场看似疯狂的国债抢购，实则是一场绝望的末日狂欢。投资者们宁愿接受微薄的回报，也不愿意将资金投入实体经济，这无疑是对中国经济前景最为残酷的否定。面对这场失控的国债抢购，中国央行的反应却令人费解。自7月初以来，央行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抑制证券市场过热。然而，这些措施收效甚微，投资者们仍然前赴后继地涌入国债市场。8月7日，中国银行间市场监管机构甚至点名批评了江苏省4家农村商业银行，指责他们涉嫌在国债二级市场交易中操纵市场价格。这种枪打出头鸟的做法，不仅没有遏制住抢购潮，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恐慌情绪。一位农村商业银行高管私下表示，我们也是被逼的，存款越来越少，贷款越来越难发放，买国债是我们唯一的出路。现在连这条路都要堵死，我们还能怎么办？更让人不解的是，央行表示担心债券市场的突然逆转可能给抢购债券的小型金融机构造成巨额损失，重演美国硅谷银行崩盘的悲剧。然而，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这种担忧被过度夸大了。加州大学经济专家指出，中国政府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发行10年公债，取得比较低廉的借款成本，用这个钱来收拾很多过去过度投资造成的一些问题。然而，中国政府似乎并不愿意直面这些问题，而是选择了一种短视的做法。与国债市场的火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 IPO 市场正经历着一个漫长而寒冷的冬天。今年8月27日，是中国证监会发布827新政，提出阶段性收紧 IPO 政策满1周年。然而，这1年来的数据令人触目惊心。IPO 募资总额不足1000亿，年减近80%。申报、受理、上市企业数量大幅缩减，仅135家 IPO 获得受理，同比减少超70%。129家企业成功上市，比去年少了293家。募资总额仅为962.54亿元，同比暴跌79.69%。481家 IPO 项目因主动撤回而终止审核，同比翻了1倍。在审企业数量从去年的795家骤减至333家。这些冰冷的数字背后，是无数中小企业的破碎梦想。短期内，这种政策可能对股市有利，因为减少了财务造假和市场分流。但从长远来看，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市场环境，因为目前股市上存在的几千家企业造假的处罚，到处罚之后，资金有没有返还给股民，这些方面都没有改善，对中小投资的总体保护不足。这种严厉的监管政策虽然在短期内
可能会提升市场质量，但也无疑扼杀了许多具有潜力的创新企业。在经济低迷期，本应鼓励创新创业，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但现实却是恰恰相反。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国政府计划在年底前发行数十亿美元的政府债券。这个消息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在金融市场引起了强烈的震动。截至7月，2024年计划发行的地方政府和中央特别超长期国债仅发行了约 2.68 万亿元，仅仅完成了全年计划的一半多一点。这意味着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市场将面临巨大的供给压力。全年 3.9 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中，约 2.1 万亿元尚未发行。全年1万亿元超长期国债中，5820亿元尚未发行。一位地方政府官员苦笑着说，我们就像是在玩俄罗斯轮盘赌，每发行一笔债券，就是在赌我们未来能否还得起。但如果不发债，现在就要倒闭。这种大规模的债券发行计划，无疑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可能为疲软的经济注入急需的资金，但另一方面，它也可能进一步加重已经不堪重负的债务负担。这简直就是在悬崖边上起舞。政府这种大规模举债的行为，无异于饮鸩止渴。短期内可能会刺激经济，但长期来看，这些债务终将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些新发行的债券可能会引发市场动荡。一位接近央行的人士警告说，当这些新债发行爆发，财政部介入，供需重新平衡，当大空头出现时，市场不会逆转吗？你能理解为什么央行需要不断发声，提醒人们，引导人们理性面对这么大的风险吗？这种警告无疑给本已脆弱的市场信心雪上加霜。许多小投资者开始担心自己的投资会否化为泡影。北京的退休教师王阿姨焦虑地说，我把毕生积蓄都投入了国债，就指望着这点利息养老。如果国债也不安全了，我们这些老百姓该怎么办？在这种危机四伏的局面下，中国央行的行为更是引人注目。2024年8月29日，央行以数量招标方式进行了公开市场业务现券买断交易，从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买入4000亿元特别国债。这次操作被许多专家视为央行试图稳定市场的举措。有经济学家表示，这符合以往的惯例，是对到期债券的续作。具体来看，财政部发行了2期续作特别国债，第一期10年期3000亿元，票面利率 2.17%； 第二期15年期1000亿元，票面利率 2.25%。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个例行公事的操作，但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这种大规模的续作操作却引发了市场的种种猜测。一位匿名的银行业内人士透露，这哪里是什么正常操作，分明是在给市场输血。如果不是情况危急，央行会这么大规模的买入特别国债吗？更有阴谋论者认为，这是政府在为更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铺路。有评论认为，4000亿只是开胃菜，真正的大戏还在后头。政府可能在酝酿一个超级刺激计划，但这无异于饮鸩止渴。尽管官方一再强调这次操作不会增加财政赤字，但市场的疑虑并未消除。许多投资者担心，这种操作可能会进一步扭曲市场，掩盖真实的经济问题。